这是一场罕见的宇宙终极对决，一个能轻松碾碎整颗恒星，另一个每秒能转700圈，还会喷射死亡光束。这俩怪物如果打起来，到底谁更强呢？今天我们就要把宇宙里最极端的天体凑到一块儿，来场宇宙终极重量级对决。一边是重达41个太阳的狠角色黑洞，另一边是个身材只有20公里的小个子中子星。我们会从5个角度来剖析它们的优劣势，拆解它们的强弱项和那些让人脑壳疼的物理原理。战斗开始，第一回合来比谁的引力最大。黑洞有个叫事件世界的东西，你就当是自然界的有去无回点，一旦越过这个看不见的边界，连光都跑不掉。它的引力猛到能直接扭曲时空结构。想象一下，把橡胶布绷紧，再扔个保龄球上去，那个凹痕就是黑洞在宇宙中干的事儿。中子星也不是吃素的，一小块方糖大小的中子星物质就有40亿吨重，相当于把珠穆朗玛峰压缩成小方块。但就算密度这么离谱，也比不过黑洞这个引力怪物。第一局黑洞以绝对的引力碾压中子星，第二回合是密度 PK， 你知道吗？有些超大质量黑洞不到1天就能把一颗恒星撕碎，这就像1年里每天早上都把地球当早餐啃。中子星呢，是把1.5倍太阳质量塞进直径20公里的球里，差不多等于把曼哈顿的所有人都挤进1粒米里，里面的物质密到质子和电子都被压成了中子，所以才叫中子星。一小勺中子星物质重约 5.5 乘以10的12次方公斤，也就是5后面跟12个零。能直接从地球穿个洞再飞出去，但黑洞整体密度其实更低，是不是没想到？你肯定也以为黑洞密度会赢吧？错了，虽说黑洞质量超大，但事件世界可能大得离谱。有些超大质量黑洞算上整体体积密度比水还小，是不是反转了？但比赛才刚刚开始，第3回合 PK 谁是宇宙无敌破坏王。这俩宇宙巨兽都诞生于同一种暴力事件，大质量恒星的壮烈死亡。当恒星燃料耗尽，就会发生超新星爆发，这是宇宙中最剧烈的事件之一。但之后变成啥，就得看恒星原来的质量了。如果这颗星质量是太阳的20倍以上，而爆炸后留下的核心质量超过太阳的 2.5 到3倍，那就可能坍缩成黑洞。核心会坍缩成一个叫起点的点，在这儿我们已知的物理定律全失效。中子星呢，是由质量在太阳8到25倍之间的恒星留下的，只要它在生命后期没损失多少质量，就可能塌缩成中子星。坍缩过程快得离谱，几秒钟就完事儿，还会产生冲击波，把外层物质炸到太空里，最后剩下的就是一个城市大小的纯中子球。这一轮算平局，因为虽然结局不同，但都始于同样震撼的恒星死亡现场。第4回合比这俩宇宙怪物的破坏范围有多大？黑洞进食时会形成吸积盘，就是一团旋转的物质漩涡，被撕成碎片后加热到几百万度。这些吸积盘能横跨几光年，还会喷出接近光速的辐射喷流。别忘了还有面条化，潮汐力会把你纵向拉长，横向压扁，听着很刺激吧？中子星也有自己的毁灭套路，两颗中子星碰撞时会瞬间产生比任何恒星核心都热的环境，锻造出金铂之类的重元素，还会向宇宙发出引力波。但论破坏范围，黑洞赢了，它的引力影响范围大得多，能在广袤宇宙中搞事情，塑造星系，吞噬所有靠太近的东西。有个冷知识，截至2024年，已知离地球最近的黑洞约1500光年，最近的中子星才400光年左右。但别怕，它俩短期内都不会来地球串门。有些中子星会变成脉冲星，就像宇宙灯塔，一边每秒转几百圈，一边喷辐射束。已知转得最快的脉冲星每秒能转716圈，要是地球转这么快，我们早被甩到太空里了。还有更变态的磁星，磁场比地球强几万亿倍的中子星，这些宇宙磁铁强到能掰弯原子，要是离地球太近，能把所有电子产品都干报废。更离谱的是，中子星是宇宙中最准的计时器，转速比人类造的最牛原子钟还稳， NASA 都靠它们来搞深空定位。而黑洞的大多时候就在那儿默默吓人，不过它扭曲时空的本事也够诡异的，所以这一轮中子星赢。现在到了宇宙对决的终点，比分3比3平，黑洞赢了引力和破坏范围，中子星赢了密度和奇葩技能，形成方式打平。但说实话，非要评出个冠军可能没啥意义，你站哪边？黑洞队还是中子星队？评论区告诉我。这里是老胡探秘社，我们下期再见。